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那挖机，用钢丝绳绑在斗上拉了一下房子，结果挖斗裂了一条缝。哎，今天又是白干的一天啊！眼前这一栋2层的老房子，东家要拆掉，但是左边不能拆，右边也不能动，而且右边紧挨着东家的新房子，左边这2个过道也不能拆，因为过道插在墙里面，所以下面也不能拆。拆这个房子就非常有难度了。不过东家跟我说，只要我拆得好，就把这2个石头给我，这一下就要我信心大增。我决定从这个房子的后面下手，因为后面这里地势比较高，挖机炸得高就比较容易拆。哎，这地上发现了一个柚子，挖了几下没有挖进去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我今天要是不把它挖进去，我就不叫陈师傅了。如果这点技术都没有，那根本就不要去拆房了。拆这种老房子，首先就要了解它的结构。这种房子至少超过40年了，那个时候砌墙都是不用水泥的，而且最上面还都是土砖，只要把下面支撑的门框一推就全倒了。但是有时候呢，就会出现这种事情，拆着拆着，上面就会成为一个倒立的沙角，这个时候挖机又够不着，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人工拆。刚好那一面墙靠近东家沙牢的窗户，我就要东家拿一根棍子，先把上面那一个角一点一点的拆掉。这样人工拆虽然速度慢一点，但却是最安全最有保障的方法。正当我坐在挖机里面，我的一个兄弟就来了。老陈，来喝点水。好。在我休息了1分钟的功夫，东家就把上面全拆了，这下挖机就好拆很多了。中间这一面墙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，就想到了一个这样的方法，就是用一根这样的木头把那个门框推倒，这样挖机就炸得远，也不怕抓头砸到挖机。右边这一面墙就先把这根木头挖掉，我本想下面弄一个缺口让它自己倒下来，结果它就是不倒。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让东家拿一根长一点的棍子直接推最上面的那个角，你们看一下就推倒了。这边同样的，我又叫东家拿根棍子去沙楼的窗户那里这样推，我就坐在挖机里面给东家喊加油加油加油，嘿嘿，又推倒了。这里东家推不到了，我用挖机拆一下，把下面的门框一推就直接全倒了。这一面墙因为不能往右边倒，所以我又叫东家上。东家心里肯定在想，我明明叫挖机来拆，结果我自己拆了一大半，早知道还不如自己人工拆。接下来就是今天这个房子最难拆的一个地方了，就是房顶这个阳台。这个阳台它是绝对不能往前面倒的，左右两边也不能倒，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这样的办法，就是用钢丝绳绑在阳台的正中间，然后钢丝绳的另一头就绑在挖斗上面。做好一切准备之后，然后慢慢的往面前拉。嘿嘿，这个办法果然好，整个阳台全部倒在了里面，没有给东家闯祸。东家开心得不得了，他把钢丝绳拿了出来，我又下去看了一下斗，这个斗更加严重了，等一下干完活又只能去修斗了。今天又是白干的一天。哎，陈师傅太难了。最后我们只要把这一面墙拆了就行，其他的墙就不用拆了，因为东家是要在这里做一个门，以后这里面就是一个院子，车子就可以从门这里开到院子里面来。最后把这2根柱子弄倒，东家就叫我去吃中饭了，其他地方就不需要拆了。下午因为我有事去了，就表弟在开挖机，东家叫了一个车把这些建筑垃圾全部装出去了。走的时候东家真的把这2个石头给了我，嘿嘿，又带了2个石头回家，每天少挣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，3个人装个挖斗差不多用了1个小时，你们信不信？今天我们来给这个东家把平整一下，他要打混凝土。首先东家先要我把挖斗画成破碎锤，它有2个种花的位置，下面是以前的马路，所以需要把混凝土破掉才能够种花。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这个挖斗明明都已经把2根轴拿掉了，但是这个斗就是拆不下来，在空中前后左右摇晃了几分钟，可算是掉下来了。这个挖斗应该是变形了，看来要去买一个新挖斗才行。
接下来就是让表弟在下面装破碎锤，我就坐在挖机上面配合他。为什么别人装一个破碎锤10多分钟就装好了，而表弟现在8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没有装好？我就跟他说要他快一点装，老板还在旁边等着我们干活。表弟说要是我嫌他慢，就要我自己来装。哎，这个表弟整整装了40多分钟，总算是装好了。然后我就让表弟给破碎锤打防油，但是他却不想打。他说我坐在挖机上面吹着空调舒舒服服，就只知道一直安排他做事，所以他有一点不乐意。他嘴上这么说，最后还是拿着防油枪在这里打防油了。装防油的时候没有装好，爬空气又爬了10多分钟。我就跟他说要他快一点打，我们8点钟来的，现在9点了都还没有干活。表弟极不情愿的就在那里把防油打好。东家看我们辛苦了，就一人拿了瓶饮料给我们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整个过程花了56分钟。因为画破碎锤也是要计时间的，所以还没有开始干活，东家就亏了300，让我们心疼东家3秒钟。把里面的混凝土破碎完之后，外面这里东家也要设计个花园，所以这些混凝土块也要破掉。后来东家说这个花园要设计一点造型，然后他就拿了一根水管围成一个圆弧，让我用破碎锤跟着水管走，先画一个圆弧过来，然后我就只要把这根线里面的混凝土破碎掉就行了。一直干到中午12点半才把这些混凝土块全部打碎了。中午在东家吃了午饭，下午我们接着干。下午的事情就是要帮东家把前屏修整好，所以要把破碎锤拆掉，又要重新把斗装上。我看表弟一个人在那里拆，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所以我就把女徒弟叫过来了，我们3个人一起装，这样就快一点。刚好画破碎锤的事情我也没有教过他，我就在这里手把手教他怎么画锤。把锤拆掉之后，然后就是装斗。不知道老铁们有没有更加简单装斗的办法？像我这样装实在是太麻烦了，只要偏了一点点没有对上，销子就打不进。如果一个人装的话，根本就不好装。今天还好有他们2个人帮忙，但是也用了40多分钟才装好。然后让徒弟把整个挖机全部打一片防油。接下来就是整这个屏了。东家告诉我只下去3公分，我也真的是服了。老铁们，你们说3公分到底怎么整？稍微挖重一点就7、8公分，稍微挖轻一点就1、2公分，这不多不少的，让我怎么挖？换成是我，这混凝土少打2、3公分也没事的。但是东家他说一定要打20公分的混凝土，必须整得非常平，这简直就是在考验我的技术。1分熬的功夫，其他地方都全部被陈师傅整平了，就只剩下这堆石子下面还没有挖。东家要我把沙子移到后面整平了的地方，然后再把这里也降下去2、3公分，从早晨干到太阳下山，中午都没有休息，总算是帮东家把这件事情做好了。最后给大家前后对比一下，大家说陈师傅这技术牛不牛？今天多挣了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喜欢陈师傅的给陈师傅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回见。